7月24号，搭载中国空间站第2个舱段问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 B 遥3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然而，美国方面却炒作中国火箭残骸失控的论调。美国宇航局还指责中国没有分享有关碎片坠落的具体信息。事实上，中国官方一直对外发布相关信息，向国际社会保持了最大的透明度。周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载人航天”发布消息称，当天0时55分左右，长征5号 B 遥3运载火箭末级残骸已进入大气层，落区位于东经119.0度、北纬9.1度周边海域。绝大部分器件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通过查询可以发现，中国载人航天从上周3至上周6对该火箭末级残骸参数发布4条公告，对外通告不同时间点该火箭末级残骸轨道近地点高度、远地点高度和倾角的参数信息。但上周6，美国宇航局局长纳尔逊却无端批评中国没有分享火箭坠落的细节，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据《纽约时报》报道，纳尔逊称，所有国家都应提前分享这类信息，以准确预测潜在的碎片撞击风险，特别是像长征5号 B 这样的重型运载工具，它具有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风险。时事评论员傅前绍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通告了相关参数，展示出最大的透明度。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天强国，测控技术完全可以精准定位出残骸落点。事实证明，纳尔逊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他这种指责呢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4次了，那么公布了以后，你自己去算就完了。何况相应的轨迹我们已经说的比较清楚，降落在什么地点、轨迹都已经谈到了。为什么美国不知道？他们是不听不看，还是故意找茬？这个呢，就要好好的论道了。周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官方网站已经于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消息，可以查阅。他强调，中方一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开展和平利用外空活动，火箭末级载入大气层是国际通行做法。赵立坚指出，针对长征5号末级，中方主管部门一直密切监测，并每天公布火箭残骸轨道参数，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及时向国际社会发布信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美方的官员和你所谓的有关的专家，他们关于中国的指责既不专业，也完全不符合事实。长征5号末级残骸绝大部分器件已经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没有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任何危害。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夫条款，该条款禁止美国航天局接待中国官方的访问者。同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年度财政开支法案中也有禁止美中在航天领域科研合作的条款。这2项条款几乎彻底切断中美在航空领域的交流，因此两国之间何来分享一说？美国的 NASA 实际上很多年前就切断了和中国航天部门的相关联系。既然你不想跟我们合作，那么对不起，我们可以自己搞，我们相关的信息还是向全世界公布的。但是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专门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几乎每逢中国大型火箭发射，美国从航天部门到主流媒体都要炒作一番。去年，中国成功发射长征5号 B 遥2运载火箭时，外媒就以中国火箭残骸为话题，开始集体炒作，甚至提出失控残骸的伪概念。事实上，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火箭残骸的坠落采取了多种措施，跟踪其飞行轨迹，对落点做出精准预判。如果真的坠落点不是无人区，中国会提前发出预警。中国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来确保万无一失。实际情况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火箭残骸坠落造成一起伤亡事件。
去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指出，美媒教科书式双标报道中美火箭残骸。他提到，在当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曾有 SpaceX 火箭残骸掉落入该国一处农场中，当时美媒纷纷用流星滑落、绚丽灯光秀这类浪漫词汇报道，而面对中方时就完全是另一副嘴脸。我注意到有中国网民调侃说，或许美国政客失忆了，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负责航天的部门没有干什么太多的事儿，航天事业可以说是处于停滞状态。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这次来炒作这件事儿，表示他心里非常焦急。多的航天技术领域已经被中国超越，怎么拉红中国后腿呢？就是他造舆论，靠这样的办法，能够阻挡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吗？是做不到的。